大家好，欢迎观看读书片刻。我怀疑有人偷窥我。前些日子，我的老公李安俊出差了，我们几乎有快半年没见面了。一个已婚女人独守空房，难免生出寂寞，心痒难耐。于是这天，我要求跟李安俊视频，然后开始抚慰自己。就在我忘情的投入之时，我突然听到了一阵颠笑，然后我的房门传来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吓得惊叫出声，手机啪的一声摔到地上。谁在那儿？然而我的呼声并没有得到应答。我在床上坐了许久，外面再也没有任何动静。我好不容易壮着胆子穿上衣服走到客厅，窗外的路灯照得我家的客厅发出阴森的白光。我缩着肩膀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，没有任何人的踪影。我还检查了门窗，也都是锁好的状态。就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，打算回到房间时，我突然发现挂在我房门上的福字中国结掉在了地上，而门上挂东西的钉子也有些松动，像是被什么人拽过一样。我的内心再也平静不下来，因为我也意识到了，最近确实有很多地方都不太对劲。比如我去洗澡，明明记得内衣内裤是随便扔在外面的，出来的时候却已经被叠好了。明明记得家里的牛奶喝完了，下班回来的时候却是完整的一瓶。还有很多细节，我以为都是自己记错了，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，根本不是我记错了，一定是有人在偷窥我。我吓得不轻，赶紧给李安俊打电话。我结结巴巴地跟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。李安俊沉默了一小会儿，我以为他会安慰我，然后赶回来陪我。没想到他只是淡淡地说，说不定是钉子老化了，你别想太多，我明天还要早起，先不跟你说了。说完他便急着挂电话，而就在电话挂断的那一瞬间，我清楚地听见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，是谁呀？我的心刹那间凉了半截。我怀疑李安俊出轨了，一夜无眠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给他打了10几个电话，但是他都没有接。来到公司的时候，我的脸色看上去一定很差。同事周耀文给我递上了一杯咖啡，关切地问我怎么了。我随便敷衍了几句，伸手去抓咖啡杯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一个机灵。如果半夜里要潜入我家，首先那个人需要知道我住在哪里，其次不破坏门窗就能够进来，那个人需要有办法接触到我的钥匙。我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周耀文。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他喜欢我，他平日很少和其他人交流，只有在跟我说话的时候，脸上会带着少见的潮红，并且他经常给我买咖啡和零食。但是也许是知道我已婚，所以他也从来没有真的邀请我出去约会。我有的时候会把钥匙放在工位上就出去吃饭，说不定他也从其他人的嘴里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。更有可能他是下班的时候直接跟着我回去的。我越想越害怕，他给我的咖啡我也不敢再喝了。中午休息的时候，我跑去大楼外面的小花园，又给李安俊打了一个电话。这一次他终于接了。我质问他昨晚听到的女生是谁，他却说昨晚是在办公室睡的觉，因为有重要的客户要来，他们一帮人连夜赶活动方案，那就是一个普通同事而已。我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，但是他又借口有事逃开了。我感到一阵无力，很想立马就飞过去找他，
但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他被派驻在哪个城市。我捂住头，太阳穴突突跳动。就在这时，我身后的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浑身一个激灵，条件反射一般冲着草丛大喊：“谁在那儿？出来！”恐惧到了极点，就是愤怒。我抱起脚边的一个花盆，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缓缓挪动步伐。徐依然。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回过头，是周耀文。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：“你怎么在这儿？找你半天了，领导叫你呢。”就在他说话之际，身后的草丛里又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冲上前去，拨开草丛，什么也没有。靠，被他跑了！我恶狠狠地盯着周耀文，怪他坏了我的事。他却一脸无辜，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放下花盆，跟着周耀文一起回公司，心里却琢磨着，既然周耀文就在我面前，难道说跟踪我的人另有其人？我想起前段时间好像看过一个新闻，说的是一起入室强奸杀人案，越想越不敢回家，就打算去同事吴梦月的家中借住一晚。坐在他家的客厅沙发上，我跟他说起了昨晚上的经历。他听到后也觉得后怕，并且和我一样，第一个就怀疑了周耀文。我告诉他，周耀文不可能一人分饰两角，应该不是他。吴梦月却说，草丛里到底是什么？我其实也根本没看见，说不定草丛里只是躲了一只野猫野狗什么的。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人可能潜入到我的房间呢？我仔细回想着身边的人，发现还有2个人有嫌疑。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物业的保安秦大强。这个人我一直觉得他有点变态，因为他经常对着路过的女性做一些看似下流的动作，并且李安俊被调去外省之前，曾在物业放了一把备用钥匙，他很有可能接触到我的备用钥匙。第二个我怀疑的对象是我对门的邻居邹浩。这个人好像是老师，打扮文质彬彬的，见人说话也很有礼貌。他人倒是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，但是他也有可能接触到了我的钥匙。因为有一次我家的水管爆了，找了工人来修，而那天我刚好有一个重要的会议，又正碰上邹浩休假，我着急忙慌的就把家钥匙给他，请他帮我盯着。吴梦月怪我太不小心了，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别人呢？不过他又劝我，要不然报警吧，你总不能一直住在我家吧。我觉得他说的很对，但是我没有什么证据，报警的话，一个人去面对这些事，我有点心慌。我本来想打电话给李安俊，但是一想到他可能在外面有了女人，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最后我还是决定给我的父母打电话，实在不行就让我哥来一趟。我原本以为老公靠不住，娘家人总是能依靠的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父母听到我想要报警，却劝说我不要这么做。他们说我的小区很安全，不会有这种潜入事件发生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要是报警闹了乌龙，别人还指不定怎么看我呢，说我独守空房，自私淫欲，有点神经质了。哥哥也说我从小体质就弱，工作又太累，很有可能是我自己吓自己。我听了以后非常生气，为什么我的家人都不愿意相信我呢？我一定要找到证据给他们看。于是我第2天就买了监控，并且把我的计划告诉给了吴梦月。当天晚上，我调试好监控，紧紧地握住手机，
躺在床上。可能是因为这2天太紧张，没有休息好，我等着等着，竟然沉沉睡去。等到我醒过来，天已经亮了。我赶紧跳下床，打开昨天晚上的监控，看着看着，我差点忘记了呼吸。监控拍下的画面让我头皮发麻，背脊发凉。监控清清楚楚地显示，在我睡着了之后，有一个戴鸭舌帽和口罩的男人用钥匙打开了我家的房门。接着，他摸到我的卧室，站在我的床前，一边看着我，一边……我感到一阵恶心。只见那人自己爽了一把后，掀开窗帘朝外看了看，便猫伸上了我的床。我真恨不得狠狠给自己2耳光，为什么他这么大的动作，我都没有被惊醒呢？就在我以为自己会被侵犯的时候，我家的房门又被人从外面打开了。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一惊，快速躲进了我的衣柜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我瞠目结舌。第2个进来的男人没有带任何防护措施，监控清清楚楚地拍到了他的脸，那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。我的头奇痛无比，痛得我只能眯着眼睛，从缝隙里看视频。陌生男人在我房前站了站，也许是在确认我是否熟睡，又打开我的冰箱，随手取出一瓶饮料打开，就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。他声音应该开得很小，所以我没能发觉。等到接近凌晨5点钟，陌生男人才关掉电视，又看了我一眼，离开了我的家。他前脚刚离开，鸭舌帽男也从衣柜里钻了出来，然而他来不及对我做什么，也匆匆忙忙离开了。原本我以为只有一个人跟踪和偷窥我，万万没想到竟然有2个男人半夜里随便进出我的家。但是也许多亏了第2个男人的出现，才避免了我被人侵犯。可为什么他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在我家的客厅喝饮料看电视呢？我实在是绷不住了，哭着给李安俊打电话，他的声音冷漠得令我心寒。我知道了，你让我想想，想想，想想，这有什么需要想的？你老婆都遇到这种危险了，你怎么是这个反应？我越来越坚信李安俊肯定在外面有人了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去确认一下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报警，不能再拖了。我把监控视频发给爸妈还有哥哥，便叫上吴梦月和我一起去了派出所。警察接到报案之后，先看了我带去的视频，然后做了笔录，便带队上门，到我家展开了痕迹检查工作。我向公司请了假，吴梦月也请假陪我在警局等待消息。收队回来的警察告诉我说，我离开家以后不久，应该就有人上门彻彻底底地打扫过了，监控也被拆走了。他们收集到的有效信息非常少，但是他们会尽全力调查。警察还说，犯罪嫌疑人能够在我离开之后快速展开清理工作，只有2种可能：要么是他一直在附近等待，我前脚刚走，他后脚进屋打扫，这也许是他惯用的扫尾流程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突然知道了我要报警的消息，为了避免身份暴露，才上门打扫，属于意外的行动。警察问我，有什么人知道我要报警？我转过头看了一眼吴梦月，她连连摆手，不是我呀，我去你家楼下和你碰的头，之后就一直和你在一起，这你是知道的呀。警察看向他说，但是你有可能跟别人通风报信。吴梦月一脸委屈，立马把手机交到警察手里，告诉警察可以随便查，
他绝对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报警的事。警察拿过手机，告诉我们还是需要做例行调查。我相信吴梦月的话，如果通风报信的是他，他就没有必要陪着我，因为如果事情败露，第一个会被怀疑的就是他。那么除了他，还有谁知道呢？我想到我给父母哥哥发的那条微信，明确表示了我要去报警。难道说我不敢深想，或者说我不愿意深想，自己最亲近的人有可能是想要伤害我的人？但是如果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真的是我哥，那么这一切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了。徐宇生并不是我的亲哥，我父母结婚早，一开始总是怀不上孩子，虽然在医院检查不出什么问题，但是尝试了很多次以后，他们已经失去了信心。于是他们在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孩子，就是徐宇生。把徐宇生接回家的第2年，父母就有了我。父母并没有因为有了亲生孩子就亏待徐宇生，反而为了避免徐宇生产生不平衡的情绪，加倍对他好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发现徐宇生看我的眼神不太对，他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看着我发呆，并在我对上他目光的时候，慌乱地移开。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很多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了他的秘密。那是一次暑假，父母都去上班了，只有我和徐宇生在家。午休的时候，我穿着单薄的睡裙躺在凉席上，摇摆的电风扇时不时吹起我的裙角，但我并未在意。不知不觉，我就睡着了。恍惚之间，我听到一个男生刻意压低的喘息，心下一惊，一睁眼，居然看到他凑在我脸上。我愤怒地坐了起来，狠狠瞪着他。他吓了一跳，脸瞬间变得通红，逃回了自己的房间。大概是觉得太尴尬，那天晚上他都没有出房间吃晚饭，爸爸妈妈还以为他生病了。我很生气，但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父母，一来觉得难以启齿，二来觉得父母一直把徐宇生当作亲生儿子看待，这件事如果被他们知道了，他们一定会很难过。想到这里，我越来越觉得那个鸭舌帽男子就是徐宇生。紧接着发生的事更是验证了我的猜想。我一直以为徐宇生和爸爸妈妈住在老家，但是当警察通知他们过来配合调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们竟然就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小区里。他们什么时候搬过来的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父母不让我报警，难道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是徐宇生做的？为了保护他，这算什么？难道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吗？按道理来说，徐宇生不过是一个养子，我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啊！我生气地把徐宇生拉到派出所门口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他一脸诧异，不是我做的呀。不是你是谁？你忘了高中发生的那件事了吗？我以为保持沉默是对家庭的保护，没想到我是在助纣为虐。我朝他大吼，脸涨得通红。徐宇生看上去有些恼怒，但是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。冉冉，真的不是我。他承认自己曾经确实喜欢过我，但那是青春期懵懂的情愫，不是爱情。而且他很感激我那一次没有告诉父母，不然他可能没有勇气再待在这个家。在那之后，他就一直很克制。逐渐的，他就真的只把我当作妹妹看待了。我问他为什么搬到我家附近，却不告诉我。他态度有些奇怪，有扭捏也有犹豫，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。这时候，妈妈走过来拉住我，
让我不要为难徐雨生，说搬到这个城市来是他们的主意，也是他们让徐雨生不要告诉我，因为他们想要远远地看着我，知道我一切安好，但又不希望我有负担，不想我总觉得还有父母在这边需要照顾，并且高中的事情他们已经知道了，还说那不过是孩子的一时兴起，叫我不要再纠结，并且向我保证，那个鸭舌帽男绝对不是徐雨生。我忍不住冷笑，父母如此维护徐雨生，知道了他的秘密也毫不在意，甚至跟他住在一起。我感觉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，而我只是一个毫不相关的外人。我心如刀绞，想要立刻见到李安俊，我渴望确认他没有出轨，渴望他能带给我一丝温暖。然而，我最后的希望很快变成了绝望。我找到李安俊曾经工作过的酒店，询问前台李安俊被派驻的地址，被拒绝了，理由是不能随便透露员工的个人信息给外人。我再三强调自己并不是外人，是李安俊的妻子。前台的话却打了我个措手不及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们见过李经理的妻子，还跟他吃过饭呢，不是您啊。我顿觉晴天霹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我才是李安俊的妻子，是他下了30万的聘礼迎娶的妻子，他从哪里又冒出来一个别的妻子？难道说他养在外面的女人冒充他的妻子跟这些人吃过饭？会有小三这么光明正大地出现在情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感觉头脑发胀，这一切的一切令我感觉是那么的不真实。我打车回家，飞奔上楼，我要找到我和李安俊的结婚证，我要向那个前台证明我才是李安俊的妻子。可是我翻来覆去，里里外外都找遍了，没有找到那个红色的小本本。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，我颤抖着拨通李安俊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听上去还是很不耐烦。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，李安俊，我们是不是已经不是夫妻了？李安俊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一口气，你想起来了？我没有想起来，我的脑子很混乱，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我感觉我的记忆里缺失了一大片，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。我的头好痛，太阳穴两边的神经撕扯着我的头皮，我感觉整个脑袋快要爆炸了。大概感觉我的状态不对，李安俊在电话中焦急地呼唤着我的名字，然而他的声音越来越远，我逐渐失去了意识。醒过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母亲看向我的眼中溢满了泪水。父亲坐在床角的椅子上，脸上也布满愁云。徐雨生站在门口和什么人在说话，我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，但我能看到他的侧脸，他非常愤怒。母亲告诉我说，是李安俊通知他们，我出事了。他还说，其实我和李安俊早就离婚了，原因是被我发现他出轨了。随着母亲的讲述，我开始慢慢回忆起那天的事。3年前的一天是李安俊的生日，那天我本不应该回家，公司要求我加班，但是为了给他一个惊喜，我请同项目的同事吃了一顿大餐，求他们帮我完成剩下的任务。然后我特意买了一身性感的内衣换上，只在外面套了一层大衣，眉飞色舞地赶回家，想要来一次久违的温存。我故意小心翼翼地开门，不闹出太大的动静，没想到一进门就撞见了他和一个女人浑身赤裸地抱在一起，就在我们家的餐桌上，费力地做运动。讽刺的是，那张大理石的餐桌还是我买的。
他们见到我，就像兔子见了狼，嗖的一下就从桌子上蹦了起来。女的飞快冲进卧室，李安俊则愣在原地，走也不是，不走也不是。他伸手想要拉我，被我冷冷地躲开。我冷静地走到卧室，对着那个女人一个字一个字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：滚出去，这是我家。女人被我的气势吓到，慌忙用双臂挡住前胸，从我身边挪了出去，又匆忙捡起外套披上，抓起散落的衣服，瞥了李安俊一眼，逃离了现场。地面上遗落了他的内裤，我冷哼一声，叫李安俊赶紧拿走，我看了都嫌眼睛脏。李安俊沉默地穿好衣服，什么都没说，捡起那女人的内裤就离开了。结婚4年，我一直以为李安俊有些性冷淡，是因为他性格就是那样，没想到只是对我冷淡罢了。等他们彻底离开，我才蹲在地上狠狠地哭了一场。没多久，我就提出了离婚。我住的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婚前财产，只有车子是我们一起买的。李安俊没有争，把车子让给了我。到这里，和李安俊的恩怨我是彻底想起来了。但是为什么我会忘记呢？为什么我还会以为自己是李安俊的妻子呢？就在我拼命想要回忆起什么的时候，徐雨生带着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当我看清楚他的脸，我惊讶地瞪大了双眼。那竟然是我在监控中看到的第2个进我房间的陌生男人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在病房里的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对他的出现感到意外。父母和徐雨生的表情都像是早就知道这个人的存在。徐雨生告诉我，反正警察最终都会查到，与其在警察局向我坦白，倒不如现在就把事情说清楚。见我一脸疑惑，陌生男人轻声问道：冉冉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岳峰啊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大脑突然刺痛了一下，但是我依然想不起眼前的这个人是谁。他从兜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小本本，摊开递给我看，那竟然是我和他的结婚证。我感觉那张证明无比烫手，下意识缩回了手。岳峰的表情很忧伤，但是却很温柔。他说：我不记得他也没关系，他记得我就好。从他们的解释里，我大概听懂了是怎么一回事。我和李安俊离婚1年以后，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峰。他风趣幽默，自信阳光，令我非常着迷。很快我们就在一起了。父母对岳峰也非常满意，我们便趁热打铁结了婚。然而半年前发生了一场意外，我伤到了大脑，不但患上了选择性失忆症，完全忘记了岳峰，还以为自己依旧是李安俊的妻子。与此同时，我还患有空间半侧忽视症，就是有的时候，我只能感知到右边的东西，无法感知到左边的东西。哪怕我的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我也有可能无法察觉。为了不刺激我的病情，我的家人和岳峰打算暂时不让我知道真相，想让我先适应一下如何带病生活，然后再慢慢告诉我。但是岳峰始终对我放心不下，所以经常会趁我不在家，或者趁我睡觉的时候，来家里照看我。之前我觉得自己乱扔的衣服被叠好，冰箱里突然多了一些储备品，其实都是因为岳峰在一旁默默照顾我的原因。并且我一直以为喜欢我的同事周耀文其实是岳峰的高中同学。他之所以总是对我献殷勤，并不是因为喜欢我，而是因为受到岳峰的嘱托，要多多照顾我的缘故。我看着岳峰的眉眼，他很憔悴，
但是看我的眼神依然很深情。我从心底生出了一丝感激，但是我依旧没能够想起他，没办法做到对他敞开心扉。就在这时，警察来到我的病房，并且告诉我们有了新的发现。警察在我家里找到了一枚完整的指纹，经过比对之后发现，这枚指纹和半年前的一起入室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有关系。听到这话，岳峰第一个勃然大怒，那个混蛋还没被抓住吗？他的反应太过剧烈，让我感到有一丝不自然。徐雨生赶紧拉住他，告诉他冷静一点，并且询问警察能不能到病房外面去说。我知道徐雨生在刻意隐瞒着什么，立刻说道：“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瞒着我？不是说好了要坦白吗？”徐雨生和岳峰对看了一眼，脸色都有点为难。这时父亲开口了：“就在这说吧，早晚有一天，冉冉需要面对这些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”众人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决定在病房里把话说开。原来，半年前那场入室强奸杀人案，准确地说是杀人未遂案件的受害者，不是别人，就是我。那一天，我下班回家，听见岳峰和一个女人在客厅里说话，那女人娇笑连连，岳峰也不时传来爽朗的笑声。经历过一次背叛的我，立刻像一只受伤的刺猬一样，什么解释也听不下去。我打开家门，歇斯底里地叫他们滚出去。岳峰拉住我，想要跟我解释，但是我根本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我把他们推出家门，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。我给自己灌下了一整瓶红酒，吐得昏天黑地，迷迷糊糊地躺上了床。那天晚上，岳峰被迫去附近的一家酒店开房，也就是那一晚，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。犯罪嫌疑人撬开我家的房门，对我实施了强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被下体剧烈的疼痛惊醒，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侵犯。我拼命挣扎，嫌疑人狠狠甩我的耳光，击打我的头部。混乱中，我咬伤了嫌疑人的胳膊。我挣脱开来，拼了命地逃出家门。嫌疑人紧追不舍，我被他从身后勒住，勒到几乎昏厥。邻居听到动静过来查看，嫌疑人害怕暴露，猛地将我推下楼梯，慌忙逃离现场。在邻居报警的电话声中，我失去了意识。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听到这些事，我不由自主地裹紧了被子。他们说的话就仿佛发生在另一个人的身上，对我来说恍如隔世。我没想到自己竟然经历了这样的事，我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岳峰，妻子被人糟蹋了，他会怎么想呢？谁知道他蹲在地上，双手捂住头，不断地自责：如果当时我没有离开，我好好跟你解释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那个女人是我的表妹，只是我的表妹啊！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我被她的情绪感染，也觉得有些难过，但是我依然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警察说，那个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故意找到我新搬的公寓，通过长期的跟踪和潜入来确认我是否能指认他的身份的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明明我住的公寓已经不是当初和李安俊住的那个房子了，为什么我都没能够察觉出问题呢？也许是我不愿意想起来吧。接着，警察询问岳峰，我去报警的时候，来我家里打扫的人是不是他？岳峰立马回答，当时他离开我家就去上班了，没有打扫的时间，公司的同事都可以为他证明。既然父母和哥哥报信的可能性被排除了，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，
嫌疑人就是等我离开以后立刻打扫的。因此，能够接触到我钥匙的物业保安秦大强和邻居邹浩，又成为了警察调查的对象。我感觉自己身体好一些了，打算出院。因为不想面对欺骗我的家人，也无法面对岳峰。我再一次借住在吴梦月的家里。听说了我的经历，吴梦月惊得下巴都掉了，她狠狠地抱住我，对我说她理解我的痛苦，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感觉很暖心，但是我哭不出来，因为那些事虽然是我亲身经历的，但我依然感觉很遥远。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影，吃零食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吴梦月家的门铃响了。我问他这个时间了，他还叫了其他人吗？吴梦月拍手说道：“哎呀，我叫了外卖，我都给忘了，咱们不是关了手机吗？”他蹦蹦跳跳地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一个穿外卖服的男人，他的帽子压得很低，根本看不清脸。我的第六感在疯狂警示我，情况不对劲，我大喊出声：“梦月，快过来！”然而已经晚了。门口的男人扔下外卖包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勒住吴梦月的脖子，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，冷冷地对我说：“别动，动我就弄死他。”吴梦月吓得脸色苍白，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胯下慢慢湿了一大片。我抬起双手，示意我不会乱动，你别伤害他。男人持刀的胳膊露出一截，我看到一个受伤愈合的印子。是他。他让我走过去，拿出外卖包里装着的胶带，把吴梦月捆起来。我照做了。捆紧一点，别耍花招。男人冲着我大喊，我一个机灵，只能紧紧困住吴梦月的四肢。吴梦月坐在椅子上，脸上全是流作一团的眼泪和鼻涕。男人见我捆好了，抓住我的胳膊，将我提了起来。这时我才看清了他的脸，是邹浩。我再一次怨恨自己的无知和愚蠢，竟然给了这个男人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。邹浩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子第一次就没把你干明白，今天咱们三个一起好好玩玩。”说完，他就开始扒我的衣服。我仿佛听见自己脑细胞炸裂的声音，那一晚撕裂般的疼痛，充满恶臭的鼻息，令人恶心的粘稠的汗液，以及我自己绝望的喊叫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我还想起了一个人温暖的微笑，那轻轻摩挲我的耳垂的触感，以及环抱我腰肢的悸动。是岳峰，好想再见他一面。朦胧中，我仿佛看到岳峰冲了过来，和邹浩扭打在一起，更多的人破门而入，脚步声、叫喊声，什么器具碰撞的声音。渐渐的，我就什么也听不到了。我和吴梦月得救了。原因是警察查到邹浩曾经在学校因为猥亵女学生被开除，后来找关系，在一家培训中心上班。警方在他的办公桌上提取到有效的指纹，和在我家留下的指纹完全吻合。他们带队去邹浩家找人，发现邹浩不在家，并且判断由于我和警方多次接触，邹浩很有可能认定我已经想起来了。由于未能找到邹浩决定逃跑的线索，警方担心他可能会对我实施报复。警方和我联系，但是我和吴梦月都关了手机。通过岳峰，警方联系到周耀文，并且根据周耀文提供的信息，警方找到了吴梦月的家。我在迷糊中看到的那一幕，原来是真实发生的事。我坐在医院小花园的长椅上，
依偎在岳峰的怀里。我问他：哎，那天在草丛里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是你吧？岳峰挠了挠头：是我呀。我当时都快吓死了，真以为你要拿花盆砸我呢。还好周耀文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可能早就脑袋开瓢了。我笑了笑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又问他：那以后我左边还是可能随时看不见，对吗？岳峰温柔地摸了摸我的头，说：没关系，那我就待在你的右边。我幸福地闭上了眼睛。